1879年，伦敦一个职业大律师、业余研究数学的人叫坎普，发表了一篇短文，宣布自己证明了四色问题。任何一张地图4种颜色就够了，相邻的区域永远能涂成不一样。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悬了快30年，所以证明一出，大家又挑不出毛病，数学界也就自然把它当成解决了。坎普2年后，也就是1881年，当选了皇家学会会员，不过那是因为他在连杆机构，也就是运动学上的成就，跟这个四色证明并没有关系。不过11年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个证明其实是错的。一个错的证明却被所有人信了11年，这件事比那道题本身更值得琢磨。当我们说一个命题被证明了，究竟是如何判断的？是真有人一步一步把它检查过，还是只是大家看着挑不出毛病，就先当它对了？这听起来像一段陈年旧事，可同样的问题，即便到了今天，还没有真正有定论。这一集我们就是顺着这个问题，从一张地图一直讲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先把问题本身说清楚，给你一张地图，地图上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地区，但规则只有一条，相邻的2块不能涂成同一种颜色。而问题是，我们是否只需要用4种颜色就能填满整个地图？这里的相邻是指2块要共享一段有长度的边界才算相邻，如果只在一个点上碰到则不算。在这一集里，我们会从平面图、欧拉公式、反证法开始讲起。先看看为什么3种颜色不行吧。你可以画4个区域，让它们两都相邻，这时候第4块不管涂什么都会撞上前面3块，因此3种颜色到这儿就不成立了。但我们要小心，这只说明3种不够，但4种到底够不够是另一个问题，而且难得多。接下来我们真的拿一张地图来涂，一块一块上色，规则就一条，挨着的不能同色。涂着涂着你会发现，有时候会把自己逼进死角，走到某一块，发现周围4种颜色全占齐了，第5块无色可填，这时候只能退回去，把前面某一块改个颜色，再往下试。所以你看，就算4种颜色够用，把那个能用的涂法找出来，本身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事，常常要试错回头。记住这一点，4色定理说的是一定存在一种4色涂法，至于怎么找到它是另一回事。先说清楚逼出第5色到底想干嘛。要推翻4色猜想，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个反例，拿出一张平面地图，它非得用5种颜色才能涂。最显眼的反例就是5个区域两都挨着，这5块只要用4种颜色，必然有2块撞成同一种颜色。5个东西摊进4种颜色，总得有2块挤到一块，可它们偏偏两相邻，相邻同色就犯规了，所以非第5种不可。换句话说，这样5个两相邻的区域要真能画在平面上，4色猜想当场就垮了。那很自然会问下一个问题，能不能5个区域两都相邻，逼出第5种颜色？在一张平的地图上不能，5个东西要两都连上，就是所谓的 K5， 而 K5 在平面上画不出来，你怎么摆？总有2条连线非交叉不可，这种谁都挨着谁的图，到5个就画不出了。所以在平面上你永远凑不出5个两相邻的区域，也就没法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逼出第5种颜色。要诚实的补一句，这只说明逼出第5色的那个最明显的办法行不通，它并不等于证明了4种就一定够，4够不够还是那个难得多的问题。那为什么偏偏是4不是5不是6？换一个面你立刻就懂4有多特殊。把同一张地图画到一个甜甜圈的表面上，4种颜色就不够了，要用7种，平面和球面上是4种，甜甜圈也就是环面上是7种，而克莱因品上则是6种，4这个数字是平面和球面独有的，这恰恰是它这么难证的原因。刚说环面上要7种颜色，为什么呢？这回真能摆给你看，平面上凑不出5个两相邻，可在甜甜圈的表面上，你能实打实地排出7个区域，让它们两都接壤，每一个都和另外6个共享边界。既然7个区域谁都挨着谁，那它们就必须7种不同的颜色，一个都不能省。所以环面要7色，不是估出来的，是能直接造出来的。顺带还得破个流传很广的谣，这个问题不是莫比乌斯提出来的，它真正的源头是1852年的一个学生，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现实世界的地图其实根本用不上四色定理，因为现实里有飞地一块，国土飞在别的国家境内，按规矩必须和本土同色，这种地图就不满足定理的前提了。不过定理本身没错。故事回到那个学生，1852年，一个叫古斯里的年轻人在给英格兰各郡的地图上色，他注意到一件怪事，好像4种颜色怎么涂都够，他自己认不出来，就去问弟弟，弟弟又去问自己的老师，大数学家德摩根，德摩根则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就在那一年的10月23日，德摩根写了封信给另一位大数学家哈密顿，信里说，今天我的一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这封信是四色问题在历史上最早的书面记录，可3天后哈密顿回了信，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一口回绝，问题就这么被搁置了，直到1878年。这一年，大数学家凯莱在伦敦数学会上又把它提了出来，问题这才被重新提及，并在第2年正式发表。有意思的是，凯莱自己也当了10几年职业律师才转去做数学，和开头那位坎普一样。也正是这一年1879，坎普的那篇证明登场了。那坎普到底证了什么？又错在哪？这是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一段。数学家研究地图，先做的一件事，把地图变成一张点线图，每个区域缩成一个点，2块相邻，就在2个点之间连一条线，这样一来，国家是什么形状，有多大，全都不重要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谁挨着谁。坎普手里有个很妙的工具，叫链，在一张已经涂好色的图里，从某个红点出发，走到它旁边的绿点，再走到那个绿点旁边的红点，指彩虹、绿这2种颜色，一步一步能走到的所有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绿链。这条链有个好性质，你把链上的红和绿整个兑换，涂色照样合法，而这么一条常常就能给某个位置腾出一种颜色来。为了让你真正看懂这种推理长什么样，我们先证一个小一号，但能让人从头看到尾的结论，5种颜色一定够。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先有个铁律叫欧拉公式，任何一张连通的平面图，点数减去线数再加上面数，永远等于2。从这条铁律能推出来，平面图的线不可能太多，具体说，线数最多是点数的3倍再减6，线不多就意味着平均每个点连出去的线不多，于是图里一定存在一个最多只连5条线的点。接下来用反证法，假设存在需要很多颜色才能涂的地图，那就取其中最小的那一张，把刚才那个最多连5条线的点先拿掉，剩下的图更小，按假设能涂好，再把这个点放回去。它最多只有5个邻居，如果这5个邻居没把5种颜色用满，那就把剩下那种颜色给它就行。这种情况最省事。真正麻烦的是，这5个邻居正好把5种颜色全用上了，一种不剩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刚才那条链出场了。在这5个邻居里，盯住涂着颜色1和颜色3的那2个点，去看连着它们的那条1、3链。如果这2个点其实不在同一条链上，就把其中一条链整个兑换，省出一种颜色给中间的点。可如果它们偏偏在同一条链上呢，那么涂着颜色2和颜色4的那条2、4链就一定被这条1、3链在平面上挡住了，怎么都连不到一起，于是改兑换2、4链，照样省出一种颜色。注意，这一步全靠平面这个前提，2条链在平面上没法互相穿过。到这儿5色定理就证完了。坎普当年想用一模一样的办法去证更强的4色，问题出在最后那种最难的情况，要证4色，它需要同时做2次链兑换，红绿一次，红黄一次。1890年，一个叫希伍德的人发现了致命的破绽，这2次兑换会互相打架，图里会有一个黄点和一个绿点正好相邻，2次兑换做完，它俩都变成了红色，于是就出现2个相邻的红点。这就是那个占了整整11年的漏洞，它的精确位置。后来人们还找到一张只有17个点的小图，叫埃雷拉图，专门把坎普的整套方法掀翻，你从头按他的法子去涂，那些链会自己缠死，怎么都涂不出来。17个点就掀翻了一个背信了，11年的证明。而且坎普还不是唯一栽跟头的。
差不多同时，另一个叫泰特的人给出了第二条思路，也被当成了证明。结果几十年后，同样被一个反例推翻，两个证明先后倒下。到这儿，一个新的念头开始出现：也许这道题仅仅靠人一支笔是证不动的。第一个把这个念头变成方法的人叫黑狮，他的想法分两半，第一半是想办法证明任何一张地图里必然会出现某一组局部小图案中的至少一个，这组图案的数量是有限的。他用一种叫放电的办法来证，给每个点按规矩分配一份电荷，由欧拉公式总电荷一定是正的，然后按规则把电荷挪来挪去，挪到最后总有某个小点超载，而超载就逼出了那些小图案。这一半是人能做的。第二半是要证明那组小图案里的每一个都不可能出现在最小的反例里，因为只要它出现，你就能把它周围已经涂好的颜色顺着填进去，跟它是反例这件事矛盾。可这组图案有上千个，每一个都要把周围所有可能的涂法一个一个试过去，人手根本做不完。那计算机到底在一个一个验什么？我们挑一个具体的小图案，把它拆开看，想象地图上一小块图案，外面围着一圈区域。计算机要做的事是这样，把外面这一圈所有合法的四色涂法一种一种全列出来，数量很多，但是有限的，然后对每一种去检查能不能把颜色顺着填进里面那一小块直接填，或者做一次刚才说的链兑换。如果每一种外圈涂法最后都能成功填进去，那就说明这个图案永远不会是那个堵住填不下去的地方，也就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最小反例里，这样的图案就叫可约。计算机做的就是把这件事重复了1400多次，对，那1000多个图案一个一个这么验过去。它不神秘，就是一件又烦又长，没有人愿意用手做的检查。于是计算机上场了。1976年，伊利诺伊大学的阿佩尔和哈肯靠计算机把这上千个图案一个一个验完，宣布四色定理被证明了。这是数学史上第一个本质上离不开计算机的重大定理。机器跑了大约1200个小时，医大数学系甚至做了个邮戳，盖在每封寄出的信上，上面写着一句话：4种颜色足够了。整个数学界震惊了，有人欢呼，也有人拒绝承认这算证明，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从头到尾看过那上千个图案的全部检查。计算机说它对，可你凭什么信？1979年，哲学家蒂莫茨科把这个不安直接点明了。他说，一个真正的证明必须是一个人能亲眼从头读到尾自己检查一遍的，而四色定理的证明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接受它，就等于头一回让数学承认了一种靠经验、靠机器才能得到的知识，等于悄悄改了证明这个词本身的意思。计算机成了一个我们只能选择相信的权威，而且这种不安不是多余的。1981年，一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学生去检查了那个证明里大约40%的不可避免性部分，发现放电的过程里有一处实质性的错误。好在这处错误连同后来别人陆续找到的几处，到1989年都在阿佩尔和哈肯出的那本书里补好了。但他实实在在地暴露了一件事，这个证明是对的，可它的过程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份不安没那么容易消除，要让人重新信得过这个证明，数学界又花了差不多30年。先是1996年，4个数学家给出了一个干净得多的新证明，把要检查的图案从上千个压到了600多个，规则也少了一大截。这平息了他到底对不对的怀疑，但还剩一个结没解开，你还是要相信那些跑检查的程序本身没写错。真正的转折在2005年，一个叫贡蒂耶的人用一个叫科克的工具，把整个证明不只是结果，而是每一步逻辑交给机器做了完整的核验。这里有个微妙但要命的区别，1976年计算机是替人做计算，你必须相信那一大堆程序，而这一次计算机是在核验整个证明的逻辑，你需要相信的是收缩成了科克那个极小的核心，那个当年引发这还算证明吗之争的计算机证明自己变成了可信度的金标准。蒂莫茨科的问题
被正面回答了。故事本可以在这里结束，但2026年他又翻了过来。今天让机器核验数学已经是主流，一个叫 Lean 的系统里已经攒下了20多万条被机器验过的定理。同时人工智能的时代也来了，而他把1976年那个问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但人工智能和1976年的计算机有一个本质的不同。1976年计算机做的是体力活，把人想好的1000多个图案一个一个验过去，他没提出任何新念头，只是算得又快又不知疲倦。他的问题是人看不完，结果是对的，可没有人能从头到尾亲眼检查一遍。而今天的人工智能问题反而更深了一层，他的毛病和当年恰好反了过来。当年是算得对，可没人看得完，如今是看着对，却未必真对。他能写出一篇读着滴水不漏，却在某个似是而非的地方藏着错的论证，而这种错你可能压根看不出来。可就算他写的是对的，那也是一段几乎没有人真正参与过的推理，人被晾到了一边，到最后他究竟对不对，我们甚至可能再也无从验证。2025年10月 OpenAI 一位高管发帖说，他们的模型解决了10个此前未解的埃尔德什数学难题，一时轰动。可维护那个难题库的数学家布鲁姆很快澄清，这是个严重的误传， AI 其实是在已有文献里把现成的答案找了出来，数据库标他们未解，只因为他本人不知道有人解过。热闹一场，最后那位高管自己把帖子删了。 AI 嘴里的那句解决了背后可能只是一次检索。就在大家觉得 AI 数学多半是炒作的时候，半年后一个真的来了。2026年5月，一个没有公开型号的推理模型推翻了一个悬了80年的猜想，埃尔德什1946年提出的单位距离问题。他造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全新构造，用的还是另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数论里的工具。这一回连之前质疑过的人都服了，9位顶尖数学家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去核验菲尔兹奖得主高尔斯说，这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数学的一座里程碑。找到现成的和原创造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连续的灰带，而这一次是实打实的后者。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漂亮的真结果，它落地的方式踩中了所有人最担心的2点。它漏掉了前人一连串相关工作没有引用，它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方法、提示，用了多少算力，有一概不公开。一个真实的成果，用一种没人能独立验证，也说不清功劳归谁的方式砸了下来。真假难辨，署名不清，方法不透明，这些事堆到一起。2026年6月2日，数学家们做出了一次集体的回应，一份叫莱顿宣言的文件发布了。颁发菲尔兹奖的那个国际数学联盟正式背书，签名当天就有上百位，一天之内涨到将近800，现在还在往上走。他并不是要禁掉人工智能，他做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把数学最根本的几样东西重新确立下来，证明要给人最高级别的确定性，成果要归到具体的人名下，论证必须能被独立核验，方向该由人的判断来定。而他警告的头一条，逐字说的就是那种看似可信，却难以和真正的证明区分的人工智能论证。150年前坎普那张错了11年的证明所触到的问题，如今被一整个学科正式地摆上了台面。那出路在哪？其实四色定理自己就留下了一条。2005年，贡蒂耶用机器把整个证明逐步验过的那条路形式化验证。今天正是对付看着对其实错的最硬的武器，一篇证明只要能翻译成Lean这样的语言被机器一步一步核过，它就一定是对的，错的根本过不了关。AlphaProof 在奥数赛场上做的就是这件事，但它有个边界，只能管已经写成形式语言的那部分，而大量最前沿的数学还活在自然语言里。所以还有另一条路，是守住机器替不了的东西，人的理解和判断。一位菲尔兹奖得主朔尔策说得干脆，数学的目标是人对数学的理解，
所以它只能在一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里生长。1879年那张被信了11年的错证明和2026年这些没人能完全担保的 AI 证明问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现在连证明本身计算机可能都替你写好了。看完了这期节目，我来说说目前自己对人工智能和它所带来的冲击的看法，直接下结论。AI 无论如何也不会取代，也不应该取代人。AI 的诞生本身就是具有目的性的，它从来都不是为了创造一个人而被造出的。现在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它的目的是成为人类的认知工具，因此工具的性质就很明确了。而我们人类的诞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目的性的，因此我们总会做一些看似没有目的性的事情。我们会坚持一场看上去必输无疑的比赛，会享受午后温暖的阳光，也会体会到生离死别的悲伤。这些事情以后或许能被模拟，但永远替代不了我们自身的感受。回到数学， AI 是工具，而发现和理解数学美的是我们人。视频里的详细推导可以参考我的博客文章。若您发现了视频或博文中的错误，或者对我所做的东西感兴趣，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通过邮箱与我交流。谢谢观赏。